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5月30日。咁而家咧香港咧就係搞緊無處不旅遊，每一區咧都搞啲旅遊景點啦。我覺得都係好事嚟嘅。而且咧就係香港可以開發嘅景點仲有好多，譬如話 TVB 嘅古裝街，其實可以拎出嚟俾人打卡嘅，收入場費嘅。然後仲有好似可以 Harry Potter 咁啦，英國咧就 Harry Potter 啊嘛。咁所以咧 Harry Potter 咧 Warner Brothers 就搞咗一個 studio， 就俾人哋係打卡嘅，而且裏邊咧係真係有得玩嘅，有得影相，唔係好似話九龍城寨就咁搭個戲棚，要保留個戲棚就得嘅，真係搞個主題樂園出嚟，咁亦都好好生意嘅喺英國。咁其實香港亦都可以仿效啦，香港譬如話武俠啊、功夫啊、科幻啊，咁呢啲都好多代表人物噶嘛。以前咧就傾過話搞李小龍故居嘅，但係當年政府啊冇魄力，結果同業主傾唔成。咁如果李小龍故居可以保留或者重建咧，我諗一定好多人去參觀嘅。加上就係仲有好多武打明星啦，成龍啊、洪金寶啊，呢啲都係好重要嘅武打明星嚟噶嘛。科幻小說就有倪匡、有黃易喎。咁呢兩位咧喺大陸咧都係好受歡迎嘅。雖然倪匡嗰個政治立場係敏感，但係大陸咧，譬如話呢個《三體》嘅作者都話受倪匡影響嘅。最重要嘅當然武俠小說啦。倪匡又有份啦，梁羽生，同埋最重要嘅就係金庸。金庸咧大半生都喺香港度生活噶啦。而金庸嘅影響力當然最大啦。今年係金庸100週年冥壽。喺香港嘅啟德碼頭咧就樹立咗一個俠之大者嘅雕像，咁就揾咗陳近南去做啊。呢個我認為咧，金庸對於俠咧個定義係好重要嘅，因為咧傳統歷史書講嘅俠其實係任俠或者叫游俠。任俠游俠個特點係咩？都係魯莽衝動嘅。而且咧《史記·遊俠列傳》裏邊咧個解釋好簡單啫。咩叫俠啊？人以眾人喻我，我則以眾人報之啊。但係人以國事喻我，我則以國事報之咯。簡單嚟講，一句講晒，士為知己者死。所謂俠咧，其實就係報答有知遇之恩嘅人啫。但係金庸咧將呢個俠咧提升到一個新嘅高峰啊！就係為國為民就要俠之大者喎。俠同義咧係掛鈎咗，因為以前嘅俠就俠，義就義。以前嘅義咧都係啲個人嘅義，係義氣嘅義。而金庸咧就將義係講為呢個公義嘅義、道義嘅義。所以呢個就係好重要啦。呢個金庸咧嘅小說裏邊嗰個意境係之高咧，喺中國嘅文學史上一定係留一個地位喺裏邊嘅。而呢個喺香港咧就揾咗陳近南做代表。我琴日講咗，我認為咧咁樣係代表咗啲官員啊或者負責人啦，就係政治意識不足啊。點解啊？因為揾陳近南係主張咧一清一明嘅，即係兩個中國啦。佢係天地會嘅人物，係反清復明，即係煽動顛覆咯，要搞起義噶嘛。然後咧佢係恐怖分子嚟嘅，因為係搞暗殺、刺殺鰲拜、刺殺吳三桂，甚至乎刺殺康熙。咁所以你喺呢個時候咁敏感，520賴清德當總統，賴清德就主張一中一台嘅。而國民黨深藍嗰啲啦，譬如話我以前喺中研院嘅接待導師林滿雄教授，國史館館長，佢就主張兩個中國嘅，就係中華民國同埋中華人民共和國。咁無論係一中一台定係兩個中國啊，北京而家都唔能夠接受噶嘛。咁所以喺香港咁敏感嘅時刻，你高舉陳近南，呢個係政治警覺性不足。咁我講完之後咧，即刻有人指正我，叫我唔好咁講，可能係手足嚟嘅。可能佢哋係身在曹營心在漢，喺狹窄嘅環境底下咧，係宣揚佢哋嘅政治意味。咁我睇一睇啦，原來咧嗰個創作者咧係大陸人嚟嘅，任哲，個名都好武俠感覺啊，任哲。咁係大陸人嚟，會唔會係咁樣咧？係咪艾未未嗰啲朋友嚟啦？咁我就不得而知，咁亦都不便說穿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咧，我今日想講咧，陳近南嘅3個形象喺金庸小說裏邊嘅形象，喺洪門兄弟裏邊嘅形象，同喺歷史書上面嘅形象。咁首先咧就係武俠小說《天地會》就係嚟自《鹿鼎記》啊嘛。咁《鹿鼎記》裏邊嘅形象咧，佢係士為知己者死喎，因為鄭成功就對佢好好。呢個鄭成功喺《鹿鼎記》嘅小說裏邊咧，鄭成功咧就係萬雲龍大哥，即係大頭大哥萬雲龍啊，就係天地會嘅創辦人。而陳近南咧就係總舵主，其實就係軍師。所以咧，根據小說個講法咧，就因為當年陳近南咧就受到呢個鄭成功嘅提拔，所以咧佢又用一生人去報答鄭家，
包括咧就侍奉佢啦，侍奉鄭經，同埋咧成日想殺死佢嘅鄭克爽。鄭克爽想殺死佢嘅時候咧，佢都係心無怨恨嘅。咁呢個人物咧就好典型嘅中國傳統史記式嘅游俠任俠，就係報答主人報答恩人。咁啊係咁嘅咧。咁啊而佢都係有啲手段靈活嘅，譬如話收咗韋小寶為徒啦。咁啊喺中原裏邊咧，亦都得到好多人嘅仰慕喎。平生不識陳近南喎，係咪啊？陶青英雄也枉然啊！咁所以陳近南嘅形象係鮮明嘅，係大俠嚟嘅，為咗國家民族大義，係可以犧牲自己嘅生命，係可以咧刻苦去忍辱負重，去完成偉業嘅。咁所以呢個都合乎咧金庸筆下嘅一個大俠俠之大者嘅形象嚟嘅，我覺得係唔錯。咁但係歷史書同埋洪門兄弟裏邊嘅形象係點呢？咁我手上有呢一本呢，就係、是《洪門及加拿大洪門史論》呢本書。呢本係黎傳恩先生咧係寫嘅一本書嚟嘅，寫得好詳細。咁因為咧佢裏邊咧就喺加拿大就揾到咧呢個西魯序。西魯序係咩咧？就係、是、洪門咧係記述自己嘅創辦史嘅一本書仔。咁呢個洪門嘅書其實有好多版本嘅，佢就用咗加拿大洪順堂嘅版本，咁以及咧比較咗倫敦收藏嘅版本，咁所以咧就對比咗洪門創辦嘅故事出嚟，裏邊咧有陳近南嘅記載。嗱，呢個西魯序咧係啲洪門兄弟自己講翻出嚟嘅故事，咁裏邊咧當然好多係傳說嚟嘅，係唔合乎史實嘅。譬如話佢話康熙52年。就係因為有一個西方嘅國家叫西魯，然後就打咗入嚟中原，搞到中原大亂。而呢個清兵咧係冇辦法抵抗。嗱，諗下俾一個外國打咗入嚟，呢個西魯有啲人又估係西藏啦，即係呢個吐蕃西藏。當時有啲喇嘛武功高強，咁呢個係咪可能咧？八旗子弟即係以萬計嘅人，加上呢個綠營兄弟、綠營軍隊。咁所以數十萬人都唔夠一個國家西魯打，而呢個西魯係不知名，可能係吐蕃，可能係啲喇嘛，或者係啲西洋國家。嗱，如果係西洋國家用槍用炮咧，就可能嘅。咁但係問題，大航海時代喺呢個時候冇任何資料記載有西洋國家係咪西班牙西魯打到入嚟啊？冇呢個記載。西班牙人打到去台灣啫，喺台灣北部基隆度登陸，割據咗呢個基隆。咁但係冇任何史料，大航海時代嘅史料記載打入嚟中原啊嘛，咁所以佢就話咧有一個國家打入嚟，搞到咧呢個清兵都冇辦法抵抗。後來康熙皇帝咧就聽講喺福建少林咧有好多武林高手喎。嗱，呢個第二個北啦，福建少林如果講正宗少林，梗係開封少林啦。喺開封呢個少林登封少林，其實就係開封附近呢個登封，我曾經上過嗰度咧係參觀啦，作過幾首詩添。因為我記得咧有一次上去參觀咧，就喺嗰個少室山上面周圍行嚟行去除咗參觀嘅正寺之外咧，仲睇咗好多佢哋嗰啲表演啦，佢哋練武嘅地方。咁我行到後山上面咧，突然間見到個高僧，即係身形都略半嘅，就挨住一棵樹度。我正想行去同佢請教，大師想請教你啲佛偈。結果咧，我見到咧離遠行過咧，越行越近，見到煙霧彌漫。你諗下喺少室山上，煙霧彌漫係何其浪漫㗎！咁但係再行近啲咧，竟然我聞到煙味喎。然後我就叫一叫佢啦，佢就轉身擔住口煙然後話嚟，要不要抽一口？咁結果就係咁嘅情況。後來我作咗首詩紀念呢個環境嘅。無論如何咧，就係呢個西魯嘅國家打入嚟，佢係揾咗福建少林嘅人咧去平定咗西魯之亂。結果康熙帝咧就發覺，哇！啲武功咁高嘅人咁犀利，可以咧顛覆國家政權嘅。咁而且咧佢哋係漢人嚟嘅，佢哋咧係信奉呢個嘅朱元璋朱家天下嘅。咁所以咧呢啲和尚咧唔可靠啦，佢就聯絡咗咧，就派人哋就聯絡咗呢個少林寺裏邊嘅一啲叛徒，嗰個就叫馬阿七。阿七就係咁解啦，阿七咧就係2+5就等於7啊嘛。啲人咧後世咧就為咗咧避開唔好直呼其名，就叫25仔，就聯絡咗去阿七咧，就係造反喺少林寺裏邊咧，就係勾結內部勢力，然後就顛覆咗福建少林啦。火燒少林寺，咁有5個和尚咧走咗出嚟嘅。呢個5個和尚都好有名噶，實際上就係所謂嘅少林5祖前5祖呢5組啦。所以出咗嚟之後咧，
佢哋咧就係率領天下豪傑去反清喎，呢五組。咁呢五組係何許人也咧？就分別係蔡德宗、方大雄、馬超興、胡德帝同埋李式開呢五組。結果呢五組咧反清多年啊，都未成。咁啊，後來佢諗下個點咧？呢五組咧就周圍走，就逃到去呢個烏龍江珠開二仙，將刀印咧就擺喺上面，就化作一條橋。哇，又有神仙嘅喎呢個珠江珠開二仙啊，就變成咗呢個過二橋啊嘛。咁有好多古仔。後來咧就去咗邊度咧？就去咗呢個嘅湖北喎。喺湖北裏邊咧就揾到一個高人，呢個高人就叫陳近南啦，又叫陳永華。陳近南、陳永華咧，佢係喺呢個清朝啊，就做過翰林大學士嘅。咁一定係進士及第先可以做到翰林大學士啦，即係讀書人，而且係考到功名嘅。咁咧，因為朝廷奸黨太多啦，所以佢決定退居湖北，喺白鶴洞裏邊修道嘅。有道人嚟嘅。咁即係喺清朝嘅官嚟喎。絕對唔會係明朝官啦，因為當時已經過咗呢個嘅康熙52年啊嘛，即係清朝入關成60幾年嘅咯，所以陳近南咧一定係喺呢個嘅康熙順治康熙時代出世嘅，應該好大機會就喺康熙時代出世嘅。如果根據呢個講法，因為當時已經過咗康熙52年啊嘛，康熙52年係西路打入嚟，但係到底火燒少林係邊年係唔知喎。咁即係話，如果佢嗰陣時係50幾歲，都康熙初年係出世啦。咁而且佢唔可能係50幾歲，一陣間會解釋。咁所以咧，佢就係請佢出山就做軍師。咁啊，結果咧佢軍師咧就係屈指一算，睇下邊啲時辰係好啦，係咪？咁啊，因為佢熟知陰陽兵法嘅，屈指一算咧就定喺雍正12年。嗱，當時就係康熙52年。咁啊，康熙61年咧就駕崩，然後咧去到呢個嘅雍正12年，即係前後又隔咗20幾年嘅咯。佢定喺雍正12年咧係起義嘅，咁然後喺邊度起義？喺龍虎山起義，然後喺紅花亭咧就插血為盟，或者讀歃血為盟啊。咁啊，歃血為盟咧，根據呢個金庸咧喺《書劍恩仇錄》嘅改寫咧，呢個天地會咧又名紅花會，個原理就係咁解，因為喺紅花亭上幾炷香啊，紅花亭上幾炷香就埋人哋嘅身份啊嘛，紅花亭就係佢哋歃血為盟嘅地方，咁所以天地會又名紅花會。當然呢個咧唔係歷史事實嚟噶，天地會又名紅花會係金庸嘅創作嚟嘅。咁然後咧陳近南咧就大呼順天行道，興仁義之師，殺無道之君，復回諸家天下。咁就反清復明啦，決定咁啊興兵咯。因為當時就逃離少林，而家咧就聚集咗啲英雄人物。咁後來咧起義咯，喺雍正12年咧起義不成啊，因為雍正又好犀利啦，傳說又揾好多武林高手啊，有血滴子咁情況啊嘛，咁起義不成喎，陳近南咧再占卜就發覺咧清九國運未盡啊，咁所以咧現今朝廷世界當禍，未該殺絕，我等若不順天行道待其氣運轉衰，喺嗰個時候起義都未遲以等各處招兵買馬，後會有期亦返回白鶴洞修行佢亦都翻咗去修行。咁然後咧臨修行之前咧就係因為大家結拜啦，結拜要點樣結拜拜咗好多人啦，有前五組，有後五組，有五虎大將有牧羊城為記號，然後咧就拜天拜地咯，八拜結義，一拜天為父，二拜地為母，三拜日為兄，四拜月為嫂，五拜聖賢就係呢個五組啦，或者係六拜萬雲龍萬雲龍咧到底係咩人呢？金庸小說或者有啲嘅洪門兄弟就話萬雲龍其實就係鄭成功。咁但係咧，根據清朝清實錄裏邊嘅史料咧，萬雲龍就係乾隆時期一個叫萬提和尚。呢個係官方嘅講法，但係呢個官方講法唔一定係真嘅，因為咧當時乾隆時期咧就第一次咧朝廷聽到有天地會喺台灣起義，然後就破獲咗天地會，捉咗上北京，親自審問佢。咁佢哋供出咗一個叫萬提和尚出嚟，到底係真定係假呢？會唔會係天地會啲人亂作出嚟虛報胡混呢個嘅乾隆王咧？亦都未可知嘅。反正咧就係有唔同版本啦。咁然後咧就拜萬提和尚，六拜萬雲龍，七拜兄弟，八拜萬年長，
或者係7拜陳近南，8拜兄弟和順再起咗洪門36世。咁因為咧佢哋有5組啊嘛，5組分開唔同地方咧去收靚收兄弟。如果將來喺江湖上啊係遇到大家同門兄弟洪門嘅兄弟，咁如何相認啊？陳近南就作咗一首詩啦。佢話5房分開一首詩，身懷雄鷹無人知，此將傳得眾兄弟，後來相會團圓時啊。陳近南就作咗呢啲詩喎。然後咧轉眼啊又隔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啦，由康熙52年啊呢個嘅西魯發生起義。發生咗戰亂，去到呢個雍正12年，就係雍正13年就死嘅啦，其實。然後咧再反清復明，然後去到乾隆37年啊，又過咗38年嘅時候咯。乾隆37年即係距離佢上次起義38年，所以我就話，如果根據呢個講法咧，陳近南一定喺康熙中葉嘅時候出世嘅，否則嘅話佢隔咗咁長時間，去到乾隆37年再起義，你諗下嗰陣時咪年過8歲。咁啊唔合理啊嘛因為康熙同埋乾隆都好長命啊嘛。乾隆去到37年嘅時候，佢再次起事，咧就係喺呢個嘅唔同地方嘅起事啊。喺乾隆37年嘅時候，喺牧羊城起事又唔成功。後來咧，陳近南再計一計啊，乾隆49年，哇，又去到49年咯。然後再一次起事，喺7月15號咧就起事啦。咁今次咧就成功咯呢個天佑雄咧好勇猛啊！作為開路先鋒，逢城破城，逢山過山。咁但係最終咧喺南京度與清兵決戰，打到入南京啊，即係好似太平天國咁後來因為糧草不濟啊，最終咧清兵咧就係大勝啦，陳近南戰死然後咧紅兵咧就退回高溪廟，佢哋高溪廟咧就係結義啦。咁喺乾隆52年嘅時候咧，天佑雄就係組織翻散落嘅洪門兄弟然後咧就命名呢個天地會為呢個嘅三合軍天地會咧就轉入地下啦。天地會本來咧即係一個反清嘅比較高調嘅組織，就變成咗咧三合會，改咗個名啦所以三合會就係天地人三合，天地人三才，或者咧又叫三點會，因為咧以洪為記啊嘛，洪門啊嘛，洪門有3點所以又叫三點會。後來咧又分支咗好多小都會又分咗好多唔同嘅會出嚟又有洪順堂又有呢個致公堂洪發山咁呢個情況。咁去到香港嘅時期咧，晚清嘅時候佢哋去咗香港，喺香港活動，因為英國人嘅地方嘛，容易搞一啲嘅反清復明。咁大家發覺咧喺香港搞呢個嘅洪門咧，經常互相爭奪地盤因為有一啲就割據咗西環碼頭有啲就喺呢個灣仔嘅碼頭就唔同地方建立勢力。佢就發覺咧兄弟之間唔好打交啦，咁不如以和為貴呢個黑骨人咧，其中一個師爺叫黑骨人，就提出咗，不如喺洪門裏邊，大家唔同堂口就加個和字喺度，就紀念咧以和為貴，大家一齊做生意一齊咧團結一致對抗呢個清九。咁所以以和為貴就係咁嚟。後來就衍生咗呢個嘅和合圖，最早啦，和安樂、和勝以、和勝和呢啲字頭出嚟。咁所以呢個以和為貴嘅歷史就係咁啦。咁根據西魯序嘅講法咧，陳近南係咁嘅人物嚟㗎，係活躍於呢個康熙晚年、雍正同埋乾隆。年過呢個時期已經跨越60-70年㗎啦，其實。咁所以佢戰死嘅時候可能都接近100歲啦。如果根據呢個講法嘅話，呢個就係陳近南嘅故事。咁當然係咪真呢？呢個似乎就唔係真啦，因為你睇下正史係點記載啦。嗱，而家台灣咧有好多台灣通史，有好多陳近南嘅故事嘅，但係嗰啲故事咧好多都係啲民間傳說，或者咧有啲係日本人嘅書嘅小說筆記係寫入去嘅。咁如果我哋睇一睇咧清史稿啦、正史啦，當然清史稿就喺呢個嘅民國時候編嘅，都隔咗好多年。咁但係有啲嘅參考價值嘅，因為佢用嘅都係比較多中央嘅資料。咁咧呢個鄭成功其實咧就係喺江南敗退之後咧，因為當時咧桂王就入緬甸就俾吳三桂殺咗啊嘛，所以咧佢咧就係考慮到咧中原已經冇辦法係對抗到清朝啦。咁而荷蘭咧就喺呢個嘅台灣喺大員就興建咗2座城，一個就係赤坎城，一座咧就皇城。而北方咧就有西班牙人啊嘛，咁所以咧佢當時咧就要趕走荷蘭人，所以有啲人話喂，
呢個台灣咧就自古以嚟都係屬於中國噶啦。咁但係你睇啦，喺中國嘅軍隊，即係鄭成功去之前啊，明朝嘅軍隊最多去到澎湖啫，澎湖水師就未去到台灣本島嘅。所以台灣本島咧，其實最早入嚟嘅政權咧就係荷蘭人同埋西班牙人。所以如果荷蘭人、西班牙人咧，應該自古以嚟咧曾經係擁有過台灣嘅呢個管治權嘅。係咪台灣要回歸啊？回歸西班牙同荷蘭好啲啦，即係加入歐盟啦。簡單嚟講，係咪咁樣咧？咁當然唔係啦，因為事實上咧，荷蘭咧同埋西班牙咧唔係用國家身份咧喺台灣管治，係用東印度公司，係一個殖民地公司，好多都係咁樣嘅。譬如話呢個嘅東南亞好多都係由東印度公司建立殖民管治嘅嚇。佢呢個嘅馬尼拉啊嗰啲都係有東印度公司去建立。所以呢個係一個有趣嘅歷史嚟㗎啊！呢個大航海時代啊，咁啊而後來咧就係因為鄭成功趕走咗呢個嘅荷蘭人啊，佢咧最後就點咧？揾咗陳永華作為謀主，謀主即係軍師啦嚇。咁所以當時佢嘅官位咧就叫議政嘅啊。呢個議政就好似新加坡資政咁係咪啊？其實係最高領導人嚟㗎啦，係整個台灣嘅第二把交椅。咁佢負責咩咧？制法律、定職官、興學校喎。台灣周千里啊，土地搖喐，哇，好犀利喎！佢搞經濟喎，搞教育喎，搞法律喎，所以咧佢係一個文官嚟嘅，就唔係好似小説裏邊講嘅武林高手嚟喎，文官嚟喎。第二個證據係咩咧？就係後來咧鄭成功其實好快死咗啦。鄭成功好快死咗，因為鄭成功本身咧諗住咧先割據台灣，再打菲律賓嘅。因為鄭家咧，鄭芝龍咧本身係海盜嚟。而鄭家因為咧佢整個海域咧有勾結，而娶咗日本嘅一個海盜商人嘅女，就生咗鄭成功。所以鄭成功咧係中日混血兒，而喺屋企係講日文長大，同李登輝一樣都係講日文長大嘅。因為佢阿爸阿媽係用日文溝通噶嘛，呢個必然噶嘛咁啊，所以鄭成功有啲海洋意識嘅，所以佢就明白到咧打台灣咧非長久之地，台灣澎湖水師攻過嚟咧，就好容易攻破，所以佢諗住打菲律賓，但係後來佢就死咗，好快就死咗啦，水土不服就死咗。所以否則咧，如果佢當年咧打咗菲律賓咧，然後今天咧中國就話菲律賓自古以嚟都係屬於中國嘅領土嚟嘅咯，因為鄭成功管治過就當係中國領土噶啦嘛，咁啊，所以結果就係呢個有趣嘅歷史嚟嘅。咁然後啦，因為佢死咗，後來佢阿仔咧鄭經就做呢個嘅台灣嘅領導人，就叫延平郡王。打住嘅就係永曆皇帝嘅年號，但係永曆皇帝其實死咗好耐噶啦，即係南明嘅其中嘅皇帝啊，就死咗好耐嘅。咁然後咧以永華為知議，就係知政啦。頭先所講，馮石藩為侍衛嗱，即係咧陳永華、陳近南係管內政嘅，馮石藩咧就係侍衛，就係管軍事嘅，引兵至台灣啊。咁所以其實你睇到咧呢個陳近南唔係管軍事嘅，馮石藩先係管軍事。咁後來啦，然後咧呢個鄭經咧嘅時候啊，鄭經呢個就係以呢個永華同埋呢個嘅洪旭引餘眾，咁佢都唔係冇管軍事，都有管軍事嘅後期。咁佢都有管軍事，就係改東都為東寧國啊。所以咧呢個嘅延平郡王府咧又叫東寧國。佢最終咧就係喺東寧國，即係台南就建立咗一個國家，呢個係兩個中國嚟嘅。咁然後好景不常啦，喺呢個嘅康熙19年嘅時候啦，即係1680年啊，就因為咧台灣就係最終咧就俾施琅就打咗過去，咁而喺同年咧就陳永華咧就被罷官啊，因為鄭克爽咧就係唔信佢，就改咗用呢個劉國軒做主政，然後咧就俾呢個馮石藩咧取代咗呢個陳近南嘅勢力。咁所以佢就要賦閒在家，但係佢賦閒在家幾個月後咧，佢就死咗，然後再隔幾個月咧，台灣就投降嘅。咁到底佢嘅死係死於自然啦，還是係鬱鬱而終，還是係被暗殺咧？被馮石藩暗殺咧？呢個都未所知嘅。但係反正就係同一年發生好多事，就係佢被罷官，然後就死咗，然後台灣就投降啦。咁佢投降咗之後咧，隔咗一段好長嘅時間，佢個仔就係考咗功名，就係台灣第一個開台進士。就喺台灣考咗功名，然後入咗去北京就做咗呢個嘅進士及第嘅咁所以佢個仔就係陳夢球，就係成為咗台灣第一個進士。陳近南呢個人咧，當然無論喺史書
還是喺呢個嘅西魯序，即係天地會嘅文獻，還是喺小說咧，都係值得敬佩嘅人物。因為雞蛋同高牆佢企喺雞蛋度，即係呢個永遠就要敬佩啲人咧。雞蛋高牆咧，佢企喺雞蛋度嘅喎，因為清朝就係呢個大戲嚟噶嘛，清朝就係當時啊係高牆嚟噶嘛，咁所以如果佢好似馮石帆咁投降，因為喺鄭經嘅時代咧，鄭經其實根據台灣通史嘅講法，佢考慮投降嘅喎，但係陳近南勸咗佢嘅，要光復大明江山，反清復明嘅，所以喺呢個嘅三藩之亂嘅時候咧，陳近南係勸咗當時延平郡王係出兵一齊起義嘅喎，連同呢個嘅三藩一齊起義嘅，咁所以其實佢係有理想嘅人嚟嘅，一個有理想嘅人，以卵擊石，不為富貴所動。佢認為如果其他人去投降咧冇問題，施琅佢去投降冇問題，但係如果鄭經投降咧，佢就會背負歷史罵名。你唔投降留喺台灣其實好慘噶，因為佢哋啲鄉親父老屋企人仲喺大陸噶嘛，即係要再飄零嘅喎。佢去台灣度係要花果飄零啊，靈根自植喺台灣度咧，以卵擊石，建立一個南明嘅政權，延平郡王嘅政權，東寧國呢個孤芳自賞，但係仍然要堅持啦。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啊！所以喂，如果喺香港嘅朋友咧，去拜一拜祭陳近南，我覺得都係一個花果飄零、靈根自植嘅心靈上嘅一種舒展嚟。呢個我都覺得係佩服嘅。無論係小說嘅陳近南、歷史嘅陳永華都如是。好嘛，咁啊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咁收費平台 Patreon 咧就有中國近代史課。咁啊6月咧嚟緊又會有五四運動啊、共產黨成立嘅歷史。咁希望大家可以 join Patreon 啦，知識係有價，用15蚊會員咧嘅 VIP 會員咧就可以無限重溫嘅，一般會員咧就可以上課，但係你上唔到課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個嘅無限重溫啦。咁無限重溫咧用年費訂閱仲有 discount 添。咁希望大家多啲支持啦，未 join 嘅 join 啦，join 咗嘅考慮 upgrade 你個 plan。多謝大家，拜拜。